景俊海是习近平的红人，也是陕西帮的骨干。这次习近平还能保住他吗？毕竟是出了人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。美西时间7月17号，昨天中国也出了一件地级市一把手突然死亡的案件。很多人说，这个人是被做掉的，还是自己解决的呢？今天我们就抽丝剥茧，给大家一探究竟。根据中国官方的消息，在吉林省有一个地级市叫做辽源市，它的市委书记在清晨是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，还是熟悉的8个字儿。那这里面有个特点他没有说离世，一般这离世往往是要么上吊了，要么跳楼了要么就是服安眠药了。而这次人家说了逝世，说明是在床上走的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官方讲的是这几天当地是遭遇了暴雨红色预警，这个官员累死的。要我说，你信吗？根据我们对中国官方的了解，你已经干到正厅级地级市了，管着几百人的大城市，他身边一定有几个角色，贴身的大秘书，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警卫，再就有一个叫生活秘书。而这生活秘书通常是一位医学的女性，有时候呢也监管着一些按摩什么的。这个人物他就有一个随身的急救箱。省委书记、市委书记都有这待遇，你往高里数人家都有保健医生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作为一个市委书记，即使奋战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，连续几天他身边不会缺了这个人。一不舒服那马上就要量血压、量血脂了，就要测试了。所以说他是累死的，你信吗？好，那我们来推测一下，他大概率呢是牵扯到现在如火如荼的21大卡位战。这距离明年的21大仅仅只有1年的时间了。如果要搞对手，就赶紧搞，你再搞晚了就没用了。昨天的节目咱说过了，现在的经济形势下，你要想出政绩很难的，谁给你招商引资外资还来吗？你到处搞国家安全，那就只有一件事了，揪对方的小辫子，把这小辫子做实了，提上去，这个人就从明年21大的委员会里划掉了。那我们来看看他的死亡会牵扯到21大卡位战的谁。我们了解他背后的靠山之前呢，有2个时间线非常重要，就是能让他获得人生重要提拔的那个，毫无疑问就是他的后台。我看了一下这位沈德生，他一直是地税系统干的，也没干出什么特别大的名堂来。但是有一个时间节点呢，他获得了正厅级，那就是在2020年的1月份，他有一个副书记直接干到了正厅级的吉林市人大主任。你不要以为这是个2线，但人家级别跨上去了。当时的市委书记叫做什么巴音朝鲁，这个人提拔了他以后，当年就退休了。你看他的第一个贵人就是老书记，把他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地厅级的官员直接扶正了。那我们说这件事儿跟他有啥关系没关系，跟景俊还有关系。因为当年的11月份就已经换了省委书记了，景俊还主政吉林长达是3年半的时间，将近4年这4年能干多少事儿？你看，也就是这位56岁今年的沈德生，在景俊海期间呢是扶摇直上，他直接担任了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兼编办主任，主导了当年的组织工作。这是一个实权部门。在景俊海担任省委书记的关键时期，他获得了一次重要晋升，就是在2023年的1月份他不再担任这个组织部副部长兼编办主任了，直接外放担任地级市一把手、市委书记。你看，毫无疑问，
这个景君海啊是他的第二个人生贵人，你把他称为后台呢也不为过。那问题是啊，这景君海官声不好，那中国人大多数都听说过他的一些拍马屁，比如说这梁家河这概念谁提出来的？就是景君海提出来的。他是不折不扣老西的红人，陕西帮，他一直是在陕西任职的，后来才到中宣部担任副部长。这梁家河经验不就是他提出来拍老西的马屁吧？而且呢，还在老家大修这个习近平老爹的陵园。当然了，他一直是在宣传系统啊，搞钱没多少，但是一旦到了省委书记掌握组织大权的时候，据说那几年他干得非常猛，非常放肆，以至于呢，很多人就已经搞他的材料了。所以说啊，他在2024年6月份没满一届的时候，就赶紧到了2线，现在在全国人大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，教科文卫的副主任。毫无疑问吧，那就是被老习啊保下来了。你有事儿，但是呢，你是我的人，你忠诚，不至于这个刑责了，算是退居2线了。那你说这个已经是个半死的老虎了，和这儿有关系吗？有，因为啊，他有个重要的职务叫20大中央委员，现在还是呢。虽然说他今年已经是67岁了，但是您别忘了啊，从2线岗位再重返1线的例子啊，还是有很多的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老习曾经有一个红人呢，叫夏宝龙，曾经担任浙江省委书记，后来呢，到了这个全国政协的某个专门委员会担任副主任，这不等于是等着退休吗？但是啊，很快他又在2020年重返1线，担任了中共中央港澳办主任。你看，又获得了实权了，而且这个实权呢，他不次于原来的省委书记。因为老习啊，他是不按常理出牌，你甭以为说去人大政协了就一定是等着退休了。如果你获得老大的信任，重返1线是很正常的，而且他现在是20大中央委员。你看看，既然他有可能再获重用，或者说再升到副国级，那别人能愿意吗？明年的21大中央委员就那么多人，进政治局也就那么20多人，干掉一个是一个。那现在的福建帮和浙江帮有联合之势啊，这不是刚刚干掉了军工系的少帅、新疆的区委书记马兴瑞吗？老习当然不愿意看到一股独大，所以说啊，他要有意扶持自己的这个老家系统，自己的嫡系陕西帮。而景君海啊，虽然犯过一些错位，无非就是搞了点钱嘛，你们不能揪着不放啊！我还有可能要重用他呢。你看，既然他有可能成为竞争者之一，那就必须搞他的把柄。而且我看了新闻，在今年的6月份啊，景君海在吉林省委书记期间的大秘，也就是省委常委组这个秘书长啊，刚刚被查了，就2个月前的事儿。很明显嘛，这是啊旧事重提，重新要搞景君海呢。所以说啊，景君海有实力，也有这个动力啊，断尾求生。所以他当年提拔的这位一把手郑廷吉市委书记啊，正好在抗洪期间莫名其妙的在清晨死掉，这案子不就不能再查了吗？好，当然这是我单方面的推测啊，咱们共同来探讨。如果您有自己的观点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明天再会。